有冇搞錯？好啊！大家中秋快樂！今日咧10月7號喺美國，咁即係啱啱過咗中秋節啦。咁喺香港啊，應該都係10月7號。今日喺美國係10月6號啊。唔理啦，就係呢2日，你知道喺美國過呢個中秋啊，係即係睇你嘅個社區有冇咁多中國人嘅。咁啊，當然首先同大家講啊，中秋快樂啊，合家團圓啊，所有嘅嘢一齊順利圓圓滿滿啊，呢樣嘢咧係最重要嘅啊，尤其喺而家呢個時間，係一個轉捩點啊，喺轉捩點一個時代嘅轉捩點，都係我哋好多人嘅個人嘅命運嘅轉捩點。咁啊，善有善報啊，好人一定有好嘅一個結果嘅。咁我係相信呢樣嘢嘅。我哋所有嘅人咧，我相信啦，好多華人都係信呢樣嘢啊。所以咧，就希望大家有一個圓滿嘅中秋節，當然都有一個圓滿嘅未來啊！呢樣嘢係當然係好重要啊。起碼咧，我喺大家可以睇到係咪？而家係已經攞咗落去啦啊！我自己咧就差唔多已經好翻晒，好多朋友咧一路都關心啊嚇，尤其阿倫啊嚇，嗰幾張畫畫得好，我好多朋友睇到咧都發俾我話呢個真係好有才華，即係畫出嚟嘅嘢好得意啊！咁啊，當然其他好多朋友都轉接。託一啲朋友嚟問究竟咩回事？其實冇嘢嘅，而家已經差唔多好翻，剩翻又去整啲物理治療，應該冇乜大問題嘅。咁啊，中秋節當然啦，已經落晒，即係拆晒嗰啲線啊，嗰啲入邊嗰啲嘢全部搞掂咗，大家放心，一定同大家行落去嚇。今日咧，我哋主要講咩咧？四中全會，北京四中全會喺10月20號，今日7號，仲有13日，2個星期啊！全世界好關注，點解咁關注呢？以前嗰啲中全會啊，好少有人關注噶嘛。主要同大家講下呢個原因，主要咩回事呢？就係好明顯，大家都感覺得到北京嘅權力，最高權力嗰個出咗問題，鬥得好犀利。其中一個咧，即係我哋不嬲都跟即係同大家講開呢個問題啦。不過最重要嘅嘢係咩咧？有數據嘅，因為最近好多大家都分析嚇。你知道我哋講呢個中全會係咩意思？咩4中全會、3中全會係乜嘢意思咧？呢個就係中共中央全體中央委員開會。呢個就叫做中全會啦。中共係咁樣嘅，佢喺中國入邊號稱1億黨員嘅，1億黨員冇可能個個人啊。中國共產黨嘅領導點樣堅持呢？咁啊，當然呢1億黨員咧入邊每5年就開一個大會，呢個大會咧就冇可能每一個人都去嘅，係咪幾千萬又好，你1億更加冇可能啦。就選嗰啲黨代表，全國嘅每一個地方選黨代表，選幾多咧？大概2300幾到2400幾人，咁啊去北京開會。開呢個就叫做乜乜大啦，19大啊、20大啊，咩啲全體嘅代表大會。呢個20大嘅代表只係代表基層代表其他嘅當地嘅黨員去嗰度開會。開會最重要做乜嘢呢？就選中央委員。咁啊，中央委員呢，上一次2025年就選咗205個人出嚟，另外加上候補嘅中央委員。候補嘅中央委員呢，就係如果上邊有人出咗事佢哋就可以頂上去。候補呢，就係171個，咁加埋呢205加171就係376個人。
呢376個人，其實講開咧就係嗰205個中央委員就最重要啦。佢就係中共嘅，我哋講中共中央、中央文件、中央乜乜、中央乜乜，係咪？嗰個205人就代表中共中央。咁啊喺嗰個中共中央裏邊咧，就選一個政治局啊。咁啊有時係25個，有時24個啊。今年係24個、23個，咁就選政治局。再選政治局常委，而家係7個，咁啊再選一個總書記，再選一個中央軍委呢個委員，全部都係由呢205個人裏邊投票選出嚟嘅205個咁啊所以呢205個中央委員。其實就係法律上邊、法理上邊嘅中共最高嘅權力機構，即係佢係最犀利啦，冇人犀利過佢嘅，所以就變好啦。你想控制中共嘅政局，你點樣控制呢？你就要控制中央委員會，就係呢205個人，全部都係你嘅人。所以上一屆呢，就係習近平呢，就親自。當然佢係親自啦，就每一個中央委員佢都去傾，每一個人同佢傾，一傾幾個鐘，就話你以前做乜嘢啊，而家做乜嘢，未來點樣，你點樣睇呢樣睇嗰樣。所以20大就係2022年嘅10月份開會嗰時咧，呢205個中央委員全部都係佢去傾，每一個人佢親自指定。大家講係咪佢親自指定之後咧，全部都係佢嘅人啦，全部都係忠誠於佢啦。呢個世界冇咁簡單嘅，冇咁簡單。而家到而家，我哋已經可以計出嚟嘅，呢205加上個171個人裏邊，一共有幾多人被捉落馬被刺？幾多？46個。我哋計下嚇，計下13%，犀利啊，係咪？加埋啊，好犀利。而且最重要係中央委員嗰度，中央委員嗰度係30幾個人，一係落馬，一係唔見咗，一係冇，都係10%幾。13%、14%到15%，所以而家呢個喺中共嘅歷史上邊好少見嘅一件事。我哋講下嗰啲人啊，都係乜人，你就可以睇到啦。一陣間先講嚇，咁啊好啦，咁究竟發生乜嘢咧？咩事咧？咁鬼多人，中國歷史上邊雖然權力鬥爭好犀利、好激烈啊，但係好少出現咁大數字嘅中央委員唔見咗啊，或者係落馬啊，係咪？咁當然大家都好明白，就係內部嘅權力鬥爭。佢又唔單止係有啲人反水反咗去另外嗰一方面，仲有啲人呢，因為習近平唔相信佢啦，覺得佢有問題啦，咁啊當然就落馬啦。仲有一啲呢，係全部都係習近平嘅人，但係佢入邊嘅人都有唔同嘅派系噶嘛，佢自己之間都要開始鬥嘅，咁啊所以就群埋鬥埋一齊，咁啊鬥到好犀利，咁啊。到今年2022年到2025年10月，啱啱3年之間已經落咗10%幾嘅中央委員冇咗㗎啦。呢個係當然所有人就大家都知道入邊一定出問題㗎啦，所以而家究竟係習近平自己內部嘅派系鬥爭，定係外邊都有人鬥佢？佢同外邊唔同嘅中共嘅派系嘅鬥爭，發生乜嘢事？
四中全會又會發生乜嘢事？咁啊，當然就好多人就而家就關心啦，因為四中全會2個星期之後開會，後邊會發生乜嘢呢？呢個即係會唔會習近平突然間失權呢？或者佢又將對手全部打落去，佢全部集中，再進一步嘅集權，集到咧，即係話已經係冇得再集，係高度集中啊咁樣。而家究竟係會發生乜嘢？當然所有人關心。如果我哋睇呢個問題啊，好多即係大家可以聽到社會上邊流傳好多消息嚇，好多方案咩3上3落啊，即係常委裏邊有人落啊，有人上啊，跟住又有咩習近平又讓兩個位留翻一個位，或者係點樣？即係四中全會傳好多消息傳出嚟嘅。咁啊，究竟會發生乜嘢？當然大家會去關心啊，係咪？即係一定要睇住佢呢個問題，因為對中國、對香港、對我哋所有人啊，未來點樣選擇都好重要啊嘛！呢樣嘢當然即係大家關注，更加唔使講對全世界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歐洲呢啲，所有呢啲國家。擘大隻眼睇啊，係咪？你後邊會發生乜嘢？當然啦，所以要睇呢個問題。我哋而家好多人斷言啊，到時啊，習近平有權，佢冇事嘅，係掌握大權嘅。有啲人話，佢唔得啦，發生問題啦，所以佢一定會失權失勢。其實我哋係冇100%嘅消息嘅，我哋唯一一個消息係100%嘅。就係有46個中央委員同埋候補委員冇做，係嘛？我哋只知道，我哋只係知道一樣嘢入邊鬥到叫做你死我活啊！蔡奇講嘅刺刀見紅啊！大家開片開到一片血腥，開到好犀利，但係邊個勝出？而家冇人敢講啊！我都唔敢講啊，係咪？我哋講只有一樣嘢，我哋可以睇下。我哋講呢46個人啊，46個中央委員同埋候補委員啊，主要呢啲人落馬嘅時間，因為有一條線就係舊年7月份開嘅3中全會。我哋先講3中全會發生乜嘢啊？3中全會係一個轉捩點啊，好重要嘅。咁啊，而家我哋得到比較確實嘅消息，3中全會開會嗰時，習近平突然間撲街，佢就唔係撲親膊頭，佢又頭啊有問題，中風，突然間中風。腦梗啊，送去醫院，去醫院咧住咗40幾日嘅。咁啊，呢40幾日裏邊咧，係絕大部分時間係絕對不清醒嘅，即係完全失去佢嘅意識啊。所以你講一個國家、一個黨係一個咁大嘅一個軍隊，最高嘅權力嗰個人突然間冇意識。梗係唔得啦，係咪？所以按照中共入邊嘅過去嘅規矩，佢嘅慣例，佢一定要成立一個臨時嘅小組嚟處理所有嘅問題嘅，因為你國家嘅問題，你嘅國際嘅問題，你嘅經濟嘅問題，好多問題，係咪？所以就成立一個最高嘅一個小組。呢個小組咧，除咗而家嘅即係現任嘅一啲官方嘅人喺入邊啦，即係呢個常委嘅人喺裏邊，都有以前嘅正國級嘅人。咁啊，以前嘅正國級係邊個咧？而家就傳有胡錦濤、有溫家寶啊，再加埋咧軍隊嘅張又俠，加埋李強。呢個小組就係掌握咗最高權力，你一定係咁樣嘅。你習近平，你雖然你權力好大，你瞓咗喺醫院，你乜都唔知嗰時，你下邊你一定要有
咁樣嘅小組。咁呢個小組運行咗30幾日之後咧，好啦，等你醒翻，你可唔可以再攞翻個權力咧？就開始有問題。大家記得啊，舊年啊，我記得係今年兩會之後，習近平去咗貴州，佢就講佢公開講，佢話：我哋中央有一個安排啦，萬一身體唔得，萬一有問題，佢哋已經安排好啦，就係嗰樣嘢。安排乜嘢咧？就有一個小組喺度睇住呢樣嘢，睇住最高嘅權力。所以而家咧就係變成3中全會之後，據說其實都係據說噶啦。習近平咧係已經認可咗呢個小組，因為佢身體唔得。你睇下佢3中全會之後公開露面，同去其他國家訪問係少咗好多。公開講話好多呢個新華社啊、人民日報啊報道習近平都係講佢咩？幾年之前一篇文章，幾年之前同邊個講咗乜嘢？幾年之前點點點，即係佢而家嘅工作嘅嗰個頻率係嗰個密度啊，係減低咗好多。咁啊，但係你知道政府啊、國家啊呢啲嘢咧，要好多具體嘅嘢，咁啊就由嗰個小組去做。而家一旦咁樣就變成2個中心，好，你係好似君主立憲咁樣，你係最高，但係下邊有一個總理，有一個政府喺度運作，即係變成2個部分啦。呢2個部分就開始有問題，因為中共嘅機制，佢權力機制裏邊係冇咁樣一個兩個方面嚟做嘢嘅。佢權力只能夠出自一個地方，命令只可以出自一個地方，所以開始出問題。咁我哋睇下呢個中間嘅問題，到4中全會要唔要有一個結論呢？咁就睇有一個數字就好有意思啦。3中全會而家46個中央委員同埋中央候補委員，46個人係3中全會之前落馬嘅，定係3中全會之後落馬嘅？咁呢個數字就好重要，係咪？大家諗下就知，因為3中全會之前咧係你習近平清醒嗰時你打低嘅人，咁3中全會之後係有另外嗰個小組開始掌權嗰時打低嘅人，咁就唔同咯。你睇下。你分析一下，你就發現咧，2/3嘅落馬嘅中央委員係3中全會之後俾人打低，包括苗華，包括何衛東。何衛東而家會發生乜嘢唔知，包括咩廣西、內蒙古呢個即係好多嘅省嘅第一把手，好多唐人健。農村農業部曾經代表習近平係特使出訪其他國家嘅人，呢啲都係佢嘅親信，砰砰聲落咗去。所以呢個入邊當然由3中全會到4中全會，你可以睇到係對習近平係不利嘅，好明顯，好明顯好明顯。所以即係呢個大家就可以知道。3中全會開完之後到4中全會，而家雙方磨刀霍霍係咪？而家即係整緊刀係咪？要去4中全會入去開片噶嘛？你知道大家要斬嘅，到時斬成咩結果我哋未知道但係而家好明顯就開始發生呢樣嘢，呢個係共產黨嘅制度嘅一個好大嘅特點。共產黨嘅制度有2種嘅，大家覺得共產黨都係一樣嘅一黨專政，唔係，佢一黨專政裏邊嘅，如果細分嘅話咧，佢嘅最高權力嘅形式其實有2種，一個咧就係個人獨裁，史大林、毛澤東以前咧
呢個東歐嗰邊都有一啲國家，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呢啲都係個人嘅權力但係咧，包括前蘇聯好長一段時間，東歐其他國家，包括毛澤東之後，中共全部都唔係個人獨裁，全部都係叫做寡頭政治，即係上邊成批人，一大批人，幾百個人，佢哋分唔同嘅派系、唔同嘅利益、唔同嘅勢力，佢有自己嘅呢個下邊嘅嘢，係有軍工嘅、石油嘅、電力嘅，即係佢係自己把握一群嘅。好啦，而呢一兩種好明顯嘅就係權力鬥爭最激烈嘅時候，就係由寡頭政治去翻呢個個人獨裁，呢個就係打到最犀利嘅時間。史大林以前係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列寧死咗之後，佢只係一個最高權力，但係嗰寡頭政治去到1930年，佢就開始做自己嘅個人絕對獨裁。佢做咩？第一件事，利用嗰個聖彼得堡，即係列寧角落嗰個書記嗰個人俾人暗殺，有啲人講可能係佢派人暗殺嘅，死咗之後全部整黨清黨肅反咧，以前嘅中央政治局、以前嘅中央委員、以前嘅將軍，基本上俾佢殺晒，全部變翻換翻自己人。就係嗰個時間係最血腥嘅時間，係有寡頭政治進入個人獨裁。毛澤東佢係文革之前，佢係屬於雖然佢係威信好大，佢好似好犀利，但係入邊係寡頭政治。譬如話周恩來外交系統、情報系統，毛澤東你係喐唔到嘅，所以毛澤東係即係喐唔到佢嘅。但係毛澤東係想喐，包括劉少奇，包括搞經濟嗰班人唔聽佢噶嘛，佢又開始，最後當然入到最後就係文革都係中央委員乜人全部捉殺好多一大批。劉少奇賀龍呢一批人，彭德懷包括林彪呢一批人，全部一係死，一係落馬，一係咩？都係一個由寡頭政治要強化個人嘅呢個獨裁嘅一個過程，最血腥就係嗰個階段。咁你睇而家中共嘅問題係咪同樣？因為習近平上嚟之後，佢雖然不停咁宣傳，但係中共其實係寡頭政治，即係唔同嘅權貴嘅家族、唔同嘅派系，每個人都有自己一番嘢。我有自己嘅諗法，我想咁樣發展。對唔住，你中央嘅精神我可以改嘅，我實行嗰時我改，你唔知嘅。所以到20大、19大之後，開始加強個人嘅呢個獨裁，咁你就睇到習近平上台之後，佢用貪污腐敗去治理呢個黨，治理呢個反對貪污腐敗，去治理呢個國家，治理呢個黨。但係佢治理咗10年之後，反而落馬嘅人越嚟越多，係嘛？佢都係同樣一個階段，就係由寡頭政治成班人幾百個家族變成佢一個人說了算，我自己話事我講，所以我哋就見到20大之後呢一種嘅血腥嘅政治內部鬥爭到而家仲未完結。而家我哋睇到嘅3中全會之後，其實係咩？共產黨內部不同嘅派系、不停嘅家族、不同嘅呢個勢力大反撲，
所以係咩？而家就係全黨反對習近平，因為你經濟又唔好啦，你有冇打贏個戰爭？你經濟又唔好，你又做好多嘅錯嘅嘢，咁啊當然所有人就因為呢樣嚟反對你。佢而家習近平喺中共黨內係非常之不利。你嘅經濟，你一個人呢個你集權嘅過程，係經濟越嚟越差嘅過程，國際環境越嚟越差嘅過程，你呢個所有呢個老百姓嘅生活乜越嚟越差啦，所以當然係反對。所以我講呢個就係四中全會會發生乜嘢？四中全會呢個內部鬥爭嘅根本嘅呢個性質係乜嘢？其實就係個人獨裁同埋寡頭政治呢兩種不同嘅嘢中間嘅開片所以而家睇啦，好啦，你到時會唔會好啲咧？我哋唔知，我哋亦都唔會去下結論邊個贏邊個輸，後邊會點樣，冇人知。但係我哋只係知道而家鬥到要生要死，一定會好激烈，一定會好激烈今日咧就大概同大家講咁多，希望大家聽咗之後，即係大概明白而家中共裏邊係鬥乜嘢，係鬥緊啲乜嘢問題啊！喺而家2個星期之後，我哋就大概有初步嘅結論，咁啊到時再同大家分析。好，今日就講咁多，最後都係希望大家中秋快樂，客家團圓一切都圓圓滿滿大家一齊度過呢個歷史嘅最重要嘅一段時間。多謝大家，拜拜。